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湖北宜昌这一块属于三峡大坝。这个地方其实我以前来过，今天我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坐船体验一下是怎么通过三峡大坝的。因为三峡大坝建成之后，落差呢是有100多米，很多人也会好奇那个大型的货轮、游轮以及其他的一些船只是怎么样过三峡大坝的。那么今天就带大家完整的去看一遍。这边是换乘中心。去大坝的话，得从上面坐大巴过去。我买了一个套票啊，就是去大坝游玩，然后再去坐船过三峡，总共是215。坐船的话是180，然后从这里坐车上去呢是35块钱。你看这里写了，看长江三峡大坝，坐高湖、平湖游船。上车了是要坐这种大巴上去的，参观三峡大坝是不用门票的，这35块钱是属于观光车票。来三峡大坝游玩的人非常多啊，这是一个热门景区，好多都是旅游团的。这边就是潭子岭，人还是挺多的。来这个上面就是观景，因为这边算是最高处嘛，能够看到三峡大坝的全貌。先去旁边看看三峡，这上面好多旅游团呢。下面呢就是长江，大家看这个水流很平缓，对不对？那主要就是三峡大坝在这里。这个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啊，世纪工程。三峡大坝大家非常熟悉了，很多资料都有介绍三峡大坝。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潭子岭看这个大坝，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晰，因为主要是在侧边。等一下这边参观完了、看完了，我们就去对面，那边有一个关于三峡大坝的博物馆，介绍了一下大坝是怎么建成的，并且呢，还有一些当时建造大坝用的材料，就是河流的材料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并且呢，在这个江边可以看到大坝的全景。看完全景之后，再坐车去码头，然后呢，坐游船过这个三峡大坝，应该是在上游，然后通过这个大坝的那个升船机到下游，就相当于我们说轮船坐电梯嘛，落差也是100多米。现在呢，我们就去看一下它那个货轮是怎么过三峡大坝的，就是在我们前方这个位置啊。现在还可以到江边，是有那个货轮在排队等待过那个大坝的。包括刚才我们从下面上来参观，也是走的大坝那里，因为车是停在这个位置，这样一直过去。游客中心呢在那边。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货轮是如何过三峡大坝的。在大坝这里啊，货轮也好，或者游轮也好，其他船只过大坝有这样的说法：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等于呢就是2种方式。走楼梯就是在这一块，坐电梯就是在这一块。走楼梯的意思就是这个三峡大坝落差是100多米，这些大型货轮要翻越这个大坝呢，就是通过这样船闸一级一级往上升降。这个图就比较清晰了，它是一层一层上去的，总共是有5级。那么货轮要上下的话，等于就是这样一级一级爬上去，跟我们爬楼梯很形象，才有这个称呼。我们在远处看，这边是下行，那边是上行。在下行这里，大家看到是不是里面有船呢？那么它这里呢是要出去。这个船闸通过的方式其实可以这样说，就是注水和放水的道理。比方说2个水面高度相差是20米，那么高的地方放10米的水，到低一点的就使得一高一低变成同样的高度。最外面那个船闸里面是有轮船的，那它现在主要的方式是第4级船闸向第5级船闸运行的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间这个船闸门打开了，有船呢正在向前通行，一个船闸里面大概是能停4艘货轮。那么可以看到，你看这个第4级它里面的水啊是很低，本来是到这个位置，那么它现在等于呢是和第5级2个水面是一样高度的，这样的话它这个船才能往前通行嘛。等这个第4级的船呢全部到达第5级里面，那这个门就会关闭，关闭之后就会把这里面的水位降低，使得这里面的水和外面的水平行之后，
这个船才能通过去。这边总共是5级船闸，那么我们打个比方说，就20米一级，那等于是每个船闸和上面的高度是落差20米。那么这里等于就是说20米放了10米的水，然后第5级船闸这个上升了10米的水，那这样就平行才能通行嘛。等了几分钟之后，船全部到最下面一个船闸里面了。这个闸门正在关闭，关闭之后这个里面的水会放到这个里面去，就是第3放到第4里面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水位是在这里，那它放10米就会降低，那这里呢等于是注水10米就会升高，大概到这个位置。这样的话两者就是平行的，平行之后就同一个平面，那这个闸门就会打开，这个船呢就会前进到第4个船闸里面。等一下呢，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好几个场面呢。这里水位降低，这个地方上升，然后最外面那个船闸水位就降低，它是几块同步进行的。我们就这样等了这边水位已经开始变化了，就已经在下降了。这个下降的水其实很快的，然后前方那个马上就会升起来的。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是有那个船，那等一下水位一降低就会挡住，人看不到了，这样就比较明显。这里包括最外面那个也是在降低的。过这个三峡大坝是比较慢的，就是每个船闸他们过一级的话大概是40分钟左右，那要全部过完的话大概3到5个小时。这是旁边导游说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慢，有时候可能快一点。我在网上看资料说，它这个落差呢是113米，相当于是40层楼高，要通过这个大坝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4级的船闸水位正在上升这边已经降了比较多了，看得比较清楚，那个船已经完全不见了。过了几分钟可以看到这边的水已经差不多看不到了，这边水位已经马上到达那个水位线了，最远处那个已经降了很多了。在这里呢就即将发生这个闸门打开，还有最外面那个闸门打开，就基本上可以看到船同时通行的场景。只要中间这个水位一旦达到位置，这个闸门就开了，我们就等待吧。现在开始了，明显的可以看到闸门在缓慢的打开，这2扇闸门都在打开这闸门很厚有几十公分。第3级船闸里面的船已经发动了，能够听到声音。只要这个门呢一旦跟切合了，它就会前行。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下行这个船呢已经在开出去了，包括这个船也是在往里面进发。它这里的船全部出去之后，那个闸门就关闭了。关闭之后就等一下，这边的船全部到达这个里面去，它也关闭。关闭之后呢，这个水就可以放掉，放到里面去，这个水变成一个平行，那个船再过去，反正反复就是这样的。这现在已经能看到船出去了，它4艘船出去因为每个船闸里面是4艘，然后这边我在这个位置也能看到船在通行，因为这边挡住了一点点，如果冒头了我们就结束了。可以看到大概是2艘货轮同时前进，那边已经出去了1艘，另外1艘呢也正在出去。那么这个货轮过闸爬楼梯我们就到这里差不多了。在旁边又看到这个大坝走楼梯的全景图了，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反正就是反复的放水加水，使得它们上下成一个平面，这样就能通行。这边就是上行的第5级，下行的第1级。现在往前走去看看那边坐电梯，走下来就看到这一块呢有很多货轮，他们是等待进入大坝的，因为整体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我听旁边人说，有一些轮船它要过大坝可能要排队1个礼拜，因为整个长江三峡这些货轮是非常多嘛，那就得必须有序的排队通行通航。前方就是过三峡大坝的另外一种方式，俗称的坐电梯。等一下呢我们就要体验，这边呢也叫做185平台，观景是非常好的。可以看到前方那里有个缺口，那些游轮就是通过那个缺口进入到里面，然后呢坐电梯上下。站在这里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大坝，
这个上面有痕迹，我估计啊，应该是水位最高的时候，就是到达这一块。我在这里站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本来是想看一看那个游轮是怎么样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坐电梯里面，可惜没有碰到，那我只能下去自己去体验一遍了。因为一开始也说了，今天来三峡大坝的目的就是体验一下这个游轮是怎么样过这个大坝的。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大坝的下面，也是我们刚刚观景的对面，在这一块呢可以看到大坝的全景。这样看那个大坝确实是很宏伟啊，最中间那里就是泄洪的，运气好的话，每年7、8月份如果雨季的话，很有可能能够看到三峡泄洪。今年呢，我在网上就看到过三峡泄洪的场景，主要是如果上游降水涨得比较多，那它就会采取泄洪的措施。在这个大坝下面呢，还有个截流纪念园。大家都知道，修建三峡大坝或者修建其他大坝，截流是非常关键的。截流成功了，那算是建造大坝的一个里程碑。那截流使用的石头就非常关键了。你像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叫做定江石，它就是用来截流长江的，也叫做截流石。每一个截流石啊，重达28吨，是一个四面三角体。这种截流石呢，在抗激流稳定性是最好的。它是由混凝土加重后浇灌而成，不是天然的石头，是长江截流中极具代表性的头抛料。为什么会制造成四面体的外形结构呢？是因为截流石的各个角啊，可分散江水的冲击力，抛入江底后不易冲走，可以有效的提高龙口封堵速度。这个截流石呢，在三峡工程中，大江截流、明渠截流都有大量运用，为三峡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整个这一块呢，就是当时截流石的堆放遗址。那放了这么多，仿佛就像一座石山，从而我们称之为定江石山。看完了大坝，现在就坐大巴去码头，准备坐船了。这明显的看得出来，去游船的游客应该是比去大坝的少得多得多。出发了，可能要10来分钟的时间吧。费用一开始就说了，总共是215块钱，大坝加坐船。这边码头的名字叫做太平西港。开始了，进来了，不是这个，是在旁边的。这个是5号，我们去坐9号，在那边。哇，那个有很大的平台呀，有大的平台，观景就更方便了。到了里面，发现游客就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毕竟是各个地方的大巴统一汇总来这里登船游玩。这边是属于大坝的上游，前方这艘游轮就是我们要乘坐的长江三峡9号，它总共是有4层。旁边是另外一艘，可以看到上面晒了很多衣服，就证明啊是有人在上面居住的。那这些游轮跟那些货轮可能差不多，在里面都有人居住，就是长期生活在船上面。它这个船尾啊，内部就跟我们家里看到的房屋一样。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发视频，让大家看自己的跑船生活。可以这样说，很多人家里的装修都没有他们船上这些房屋好。不过就是他们生活可能枯燥单调一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船上面。如果跑一趟长江的话，有些船可能要跑半个月，20来天才走完一趟。来到了船舱里面，第一感觉就像是来到了9天的大堂，那边是去2楼的，是不是很相像啊？旁边呢就是办理手续的，还真的是有点像。再往前走就来到了集中座位的地方，像是一个会议室，其实就是游客坐的，算是一个公共区域。整个游轮是4层，并不是每一层都可以直接坐的，有些呢还是单独消费的。先看看外面的风景，可以看到外面有很多货轮，整个长江一路能够看到很多货轮。远处那些货轮就是准备翻越三峡大坝的。这个地方离大坝不是很远的，1楼没有太多可看的，我们现在直接去2楼了。来到2楼可以看到全是卡座，这一块呢是消费区，你如果要坐在这里的话是单独给费用的。这个和餐厅有点类似啊，我看了一下不便宜，要100多。那在2楼旁边，这边就像是餐厅了，可以坐的人比较多一点，也是收费的。那现在我们就直接去3楼了。3楼的
人就比较多了，大部分游客都在这里。因为这个游轮4层，1楼的前部分，3楼是游客直接可以坐在这边观光的，包括前面外面的平台。2楼和4楼是要另外消费才可以去的。4楼可能最高能够更好的观景吧，反正很多游轮都是有这种方式的。现在我来到了船首的位置，现在这一块可能游客不是太多，等一下船一开动的话，估计这里全是人。对面就是秭归县城，算是一座在三峡边上的城市，也算是一座新城。屈原故里呢就在这座县城里面。趁船还没有行驶，我们去尾部看一下，这一块好像还能点餐。前方这边就是包房了，两边都是，还是有挺多个房间的。我们来里面看一看，内部的场景就是这个样子，感觉就像是一个 KTV 的小房间一样。如果是一家人或者好几个朋友，就可以来这个包房里面坐一坐。毕竟把门一关，还相对来说是一个私密空间，比较安静嘛。然后外面还有个阳台，就是可以看风景的。费用是多少我就没问了。现在就来到了尾部，这一边比船首更空旷，游客能够容纳更多，在这边观景可能是比较好一点。4楼更高一点，估计的话视线会更好。然后在楼梯这里呢有工作人员，因为4楼是单独收费的，你要上去的话必须是40块一个人。大家觉得怎么样，贵不贵？我看了一下，还是有一些游客会买票上去的。在这个地方还有广播介绍哪边是免费位，哪边是收费位。我听到广播说2楼呢有4人位、6人位和10人位。这个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另外一艘游轮，它也是4层的，不过跟我们现在这一艘布局有点不一样。我站在这个游轮上面，看到对面秭归县城旁边呢停靠了几艘大型的游轮，比这个大得多得多。我估计这个应该是那种长途的客运旅行，就是湖北宜昌到重庆的。我之前也说过，后面有机会我还是要体验一下，好像是4天3晚还是多少天，可以看到停靠了好几艘啊，它一路都会停靠。就是长江上面，就三峡上面很多著名的景点，他们都会停留一下。秭归会停，好像那个丰都鬼城也会停。以后有机会还是来坐一次。出发了，游船开始行驶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旁边又来了一艘游轮呢，后面才发现是我这艘游轮正在行驶。这个就是一种视觉效果，特别好玩，在这里翻了一下傻。这个游船行驶的话可能要1个多小时吧。现在呢正在往前行驶一点，然后就从前方掉头。由于这里离大坝不远，这个库区的水啊是非常平缓的。这算是我第一次游三峡了。之前在武汉坐过长江上面的那种水上公交，就是轮渡，而在三峡上面这样坐游轮还是第一次。这上面的货轮太多了，这是一艘小型的货轮，速度还挺快的。游轮已经完成掉头了，现在正往大坝方向行驶。前方那个大坝看起来是非常宽广啊，离大坝是越来越近了。前方看到的就是那个5级船闸，我们俗称的爬楼梯。这些大型货轮的话就是通过这一块上下的。现在看到的这些是那些货轮准备进入下行的第1个船闸。原理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这是我们在上游看到的。然后我们的三峡升船机呢，它是全世界排名第1，提升重量最重、提升高度最高的一个单线垂直一体升船机。它的最大提升高度呢达到了113米，最大提升重量达到了15500吨。但是它所能承载重量呢是3000吨级以内，吃水量不超过2.65米，宽度不超过17米2，长度不超过110米的小型客货轮通过。这个游轮上面一直是有工作人员介绍，等一下呢，到了那个电梯里面也有工作人员介绍。前方那一艘船就是刚刚坐电梯从大坝的底部来到上面，这是一艘滚装船，上面呢是装满了小汽车啊。前方我们说是坐电梯，那其实原本呢它是叫做升船机，它每次呢只能通行1艘船。这个船也确实是挺大的，每次运输估计能有上百辆汽车在这里啊。越来越靠近这个升船机了，前方有个缺口，这就是通道。在这一块每次呢只能供1艘船通行。现在这个船头是站满了游客，大家都在这里拍照。
都想拍一拍这个游轮是怎么样坐电梯的，真的是人挤人呐。我们先在这里看一下，等一下进了船舱，我们再去尾部看一看。旁边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墩子，我们就称呼为墩子吧。这里有很多痕迹，我猜想是不是有一些大型的游轮或者其他船只，它在这里是不是要停靠一下，等待一下？你看上面有很多刮蹭的痕迹，我猜想是这样的。马上就进入到船舱里面了。这里的升船机其实跟我们坐电梯道理是一样的，电梯有一个电梯箱嘛，那人进去之后就可以按几楼进行上下，而这里呢，里面是有一个船箱，里面有水，然后你游轮进去了之后，把那个闸门就相当于电梯门一封闭，船箱就可以上下，这个和坐电梯道理是一样的。马上就进来了，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两侧也是有很多刮蹭的痕迹，这个也是进出的那个船只碰到的。然后在上面呢有一个翘起来的，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桥梁，因为大坝很长，那平时也要维护，那么人们不可能从下面过嘛，上面那个桥梁把它放下来，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大坝上进行工作。到了这一块，那个船行驶的是越来越慢了，在这一块也是有限速要求的，因为如果太快的话就肯定会碰到左右两边，所以一定要慢。即将到达船厢里面了，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梯箱里面，那个黄色里面就是整个船厢，等一下就是这个船厢进行上下。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船的尾部了，可以看到两边的痕迹真的是非常多啊，毕竟这个是在水上嘛，你就算走得再慢，它也是会有波动的。那么如果稍微大一点点的船，它可能呢晃一下就会碰到两边的墙壁了。看一看下面，刚好这个转弯这里呢就是船厢的分界线，这些钢丝绳很好理解了，就是吊起来靠这个上下的，全是巨大无比的钢丝绳啊。现在船已经完全进入船厢了，停止了。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在下降，这个相当于是一道安全绳，就是说如果碰到一些事情，这个船在进行后退或者前进，那个钢丝绳就把船拦住了，不让它动。现在看起来它是弯的，那其实到了水里面呢，就变成笔直笔直的。这个船箱是分为两层的，上面呢大概是 3.5 升的水箱，在水箱下面呢就是设备层。我们坐电梯都知道，人只要进了电梯，那个电梯门呢就会关闭。那么这里被形容是坐电梯，那么它一定也是有门的。在前方水里面呢，等一下也有一道闸门升起来，等于就是电梯门。仔细看看前面已经有反应了，那道闸门已经从水里缓慢的提升。它平时这道闸门呢，可能就是和这个水面平行躺在里面，而等船进入到这个船厢里面要封闭的话，这道闸门就缓慢的起来，相当于就是把外面的水和船厢里面的水隔开了，使得船厢里面的水就不会流出去嘛。那这个船呢就一直在这个船厢里面，这个速度还挺快的，马上就完全关闭好了。一旦关闭好了，那么这个船厢基本上就可以开始下降了。现在正在下降，看的是比较清楚了，下降还是比较缓慢的。我听导游讲，这艘游轮整体过这个大坝大概是40分钟，并且呢，这个升船机这个船厢里面只能载重3000吨的货轮或者游轮，超过3000吨就不行，因为电梯是有一个限重的嘛。听导游讲，今天这个游轮过这个三峡大坝落差是103米，上面是167，下面是64，那道闸门的位置已经显现出来了，完全是把三峡的水挡绝在外面，高度可能就4米左右吧，因为这个水箱的水大概是3米，那可能它要比水箱高一点，估计就4米左右。我们再到船头去看一看，这样看看前面，可以看到前方有一艘货轮停在那里，它就是等待我们这艘游轮出去，它再进来。因为这里每次呢只能过一艘船，这就是旁边的钢缆正在缓慢的运行，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船箱慢慢的放下去。现在已经下降了几十米了，离那个最上面的闸门也越来越远。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等于是看到了电梯内部的场景。下面这个一块一块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啊，旁边是有讲解的，但是太吵，听不太清楚。我们现在看到左边那个蓝色上升的，就是升船机的平衡配重系统。因为这个船箱很重嘛，它要下降，上面必须有个东西吊着，就是靠这些和钢缆组合而成。我们的升船机电梯在下降，那么这个平衡配重的就上升。反过来，如果船箱在上升，配重的就是向下。这个钢缆总共是有256根，都是非常粗的。这个是齿轮，两边都有，整个船箱呢是沿着这个齿轮缓慢的向下，离顶部越来越远了，估计差不多走了一半。然后我们再看到旁边还有一些小的窗口，这个大家应该很好理解吧？这主要是如果碰到什么事情，紧急事情，这个窗口呢就是消防通道、逃生通道。在旁边还有看到这个很粗壮的滚轮，就是螺纹滚轮，这个也是一种安全措施，就是有紧急事情的话，这个滚轮立马卡住，使得这个电梯能够比较稳固。这么大的升船机建造的时候，肯定是充分考虑了安全因素的。电梯已经到达指定的位置了，现在船箱里面的水和外面的水是在同一个平面的，只要这个船闸门打开，这个游轮就能出去。可以看到这个闸门已经在缓慢的向下倾斜了，很快的这个闸门慢慢的就看不见了，一沉到水里的话，这个船很快就能出去了。好，已经看不到了，这个船已经开动了，马上就要离开三峡大坝。我又回到了船尾，今天在这个游船上面，船头和船尾是反复的走动，因为这样才能把这个过三峡的过程看得更齐。马上就离开船箱了。我们今天主要是体验了一下怎么过这个三峡大坝，具体它这个船箱电梯是怎么建造的，采用了什么技术，我们就没去讲了，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自己可以网上查到，那些都讲的是比较清楚。就算我来讲，也只是讲一点皮毛，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庞大和系统的工程。等一下，等我们这艘游轮稍微走远一点，那么旁边这艘货轮就要进入那个电梯了。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货轮应该是空载的，满载的话是没法走这个电梯的，因为它限重是3000吨。那如果装满货，应该是不止了。现在我们离三峡大坝已经有点距离了，只要在这个江面上，这艘游轮开的还是挺快的。这个江面上的货轮是一艘接着一艘，这些是排着队准备进入那个爬楼梯的。刚才我们在潭子岭看这个5级残闸，感觉高度不是太大，那么在这个下面就看到落差了，这完全是在山体里面弄的一条通道，这个一层一层明显是看得清清楚楚啊。那这些货轮都是等着排队进入的。坐船过三峡大坝就差不多体验完了，以前一直想来呀都没有成功，今天终于算是实现了。有点遗憾的就是今天只体验了这个坐电梯，那个爬楼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能够体验到。就算是坐电梯也算是大开眼界了，有点遗憾就有点念想了，说不定以后真的会来体验走楼梯呢。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